他赢家，幸不幸福，潇不潇洒，快不快乐，去享受它。如果大姐知道你又离家出走，她会担心的。你要我怎么跟她交代？哦，你是为了交代，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你听我解释。你不用解释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家里的地位。燕。哎，玲玲啊，你来看我今天买了什么？啊！小丸！哎呀！你回来了，你。我回来了。啊！我不是做梦吗？哎呀，你回来为什么不通知我去接你？你昨晚回来是今早回来的。哎呀，我忘了买。哎，你要吃什么？我去买啊！我去买。你一口气问那么多问题，我怎么答你？我现在回来不是好了，给你一个惊喜。你真的让我又惊又喜嘞！哎呀，哎，小万，这回你回来不会再走了哈？不走喽，我已经拿到一个儿童服装品牌的代理，我要在这里开一个儿童服装店。那就好，我帮你找店，让你大展拳脚啊！哎呀，你回来就好了。哎，你知道吗？这个家真的不能没有你。为什么不能没有我？哎，你不知道，最近家里发生很多事。很多事？什么事啊？那先说玲玲啊。玲玲也有事。熊哥啊，哎，你来啦？你还没上班啊？哦，就要去了。哇，你买那么多菜啊？哎，对呀，要是我知道大姐回来的时候，我买的更多。啊，玲玲啊，现在你大姐回来就好了，你就不用这样辛苦了。你跟大华。什么事？家里最近有一种小虫，不知道从哪里爬进来，咬人会咬到很痛的。是吗？哎呀，你的菜拿进去厨房啊！去啊！哦。哎，对呀，我回来那么久都没有看到你老公。大华，他去巴丹谈生意。谈生意？你到现在还相信他？总好过他在家，没事做吗？哎，对呀，我要去巴萨一下，我买了一些东西给豆芽嫂他们呢。哎，你不可以去啊！为什么不能去？你刚刚回来，一定很累，先休息，我明天帮你送去咯。你还要去啊？厕所啦。哦。喂，玲玲，刚才你为什么念我？哎呀，家里发生那么多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大姐啊，不要让她知道哦。为什么不要让她知道？总而言之，先瞒住她，找到好机会才跟她说咯。这种事情能瞒得了多久？她迟早都会知道的嘛。瞒得住一时就一时咯。你记得啊，千万不要告诉她。OK 啦。还有啊，你爸看出大姐，千万不要让她出去。哈。我会不会被骂，就靠你咯。玲玲啊，原来你躲在这，害我找你找到半死啊！哎，你不要这样嘛，至少也应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啊！有什么好解释的？我知道那天是我不对，今天我是来向你说 sorry 的。现在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不要这样嘛！哦，我是真的很后悔的。那我会误会你，也是因为你是我老婆啊。其实我是很爱你的。你不要在这里肉麻了，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接受的。哎，玲玲，你不要这样绝情好不好？我们能够做夫妻也是一种缘分啊。古人都说了，百事休来同船渡，千事休来共枕眠。你懂不懂？你走吧，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啦。好，只要你接受我不跟我离婚，我马上走。这是不可能的。玲玲，我知道我那天口衰，我该死，
我该死，什么不好说嘛，偏要说那些话，还说的那么没有分寸。哎呀，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心里啊是多么的难过和后悔呢。哎呀，你不要这样啦。哎，你接受了？哎，我都说嘛，夫妻呢，床头打架床尾和，离婚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哎呀，谁说我不要离婚的啊？刚才你不是已经接受了吗？我什么都没有接受，你走吧。怎么我说了那么多，你都没有听进去啊？离婚的事不是因为一次吵架而造成的，你心里应该很明白。喂。Mister, I'm so happy to see you here. Can you still remember me? Sorry. I'm Ling Ling's husband. Oh, come on. Just a few days back, don't tell me you can't recognize me. Unless you're an idiot. Hey, mister, don't walk so fast. Give me some time.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My wife, now she don't want to forgive me because I never apologized to you. If you can forgive m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I'm sorry, I'm so sorry, mister.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Can you remember the punch? I punched it on your face. Hey, don't scared. Don't be so scared. I just explaining to you. I know there was a misunderstanding. This is my fault. My fault. Please forgive me. Forgive me. Can you please let me go? Go 你的头啦！你这个死耳魔！我讲这样多英语，就是担心你不会听吗？只要你讲一声 yes， 原谅我，我就没有事了。你就是偏偏不要讲 yes， 你不是很会讲 yes 的吗？死耳魔！哎，你不要走！你说 yes， 你说是的话，你就可以进去。你说是，你说是，你赶快说。Better let me go, or I'm gonna call the police. What police？ 你没有怕你啊？我又没有杀人，叫 police 来做什么？我才不怕你呢！你闹够了没有玲玲， ？I'm so sorry, Austin. I will handle this. 哎，玲玲，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你走，玲玲，我叫你走啊！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来这里闹事了，我不想再看到你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已经没有机会了。玲玲，玲玲。哎呦，你做梦这么不小心的，有没有烫到？哎呀，烫死了，烫死了！你看，你看，你看，哎，都没有事。哎，你要去哪里？你去巴萨啦？你不能去。怎么不能去？哎呀，人家花了这么多心思熬汤给你喝，难道你不常常叫出去啊？熬了什么汤？你最喜欢喝的排骨莲藕汤喽。我是很久没有喝这种汤了。那你就坐下来尝尝啦，来。怎么样？很甜呐，熬了很多个钟头啊。那你就喝多2碗，里面多的是啊。够了，1碗够了。哎呀，有些事情憋着不说，真的很难受嘞。做什么啊你？那小婉，有些事情你知道了，你一定会很吃惊。不过如果我不趁这个机会，我就没有机会跟你说了。那你知道我是对你一片真心，所以我对你是毫无保留，对你说的话也没有隐瞒。如果有半句假话，我就不得好死。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 ，OK？ 你为什么要把话说得那么严重？对自己心爱的人，一定要坦诚的嘛，对不对？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想一回来又听到你说这些啊。我说错了？总之你什么都不要说啊。难道你不想知道咩？我不想知道。你没有理由不想知道的吗？那我先上厕所，然后再跟你说哈。哎，小婉，你一定要等我啊！趁他们不在，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把事情跟你说清楚啊。
哇，真谢谢你哦。哎呀，谢什么啦？大家在荷兰村认识那么久了，送东西给你们是应该的吗？我还送了这么多东西呀！哎，婉婉啊，不见2年哦，你整个人变了嘞。是啊，你现在是越来越年轻漂亮。你们啊，不要因为我买东西给你们就哄我开心啊！是真的，变得很漂亮啊。是啊是啊。好了，改天再请你们吃饭了。啊赶去别的地方哇，这么快啊！拜拜你。哇。哎，你又偷吃我的水果？怎么偷吃啊？你的水果不新鲜，我帮你清货。你什么你啊？喂，大华。你又偷吃我的水果？怎么偷吃啊？你的水果不新鲜，我帮你清货。你什么你啊？喂，大华，大姐。你怎么会在这里的？我。玲玲又说你去了巴丹。是啊，我刚从巴丹回来，我刚刚下船。下船不直接回家，跑来这里做梦？回家？你叫我回家？奇怪，吃饭时间不回家，跑来这里吃水果。好，我回家吃饭，等一下你回去，你跟他们说一声，叫他们等我，我一下子就回来。终于可以回家了。请问我可以帮你吗？婉婉，你变了，做梦不认得我了哈？简直跟以前那是2个人呢。看看，哇，瘦了。哎，婉婉大姐。哎，大好。哇，美了哦。来，我买了东西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哎呀，怎么那么客气呢？哎呀，没关系啦，收下吧。那谢谢你啦，好，拿进去。好。喂，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刚刚回来喽。回来过年啊？对呀，上完课毕了业就回来过年喽。真的好羡慕你啊，又可以去学自己喜欢学的东西，又可以变得那么美才回来。来，过来，我请你喝水。好。那谢谢。哎，最近思婷有没有打电话回来？有，她没事，你放心吧。那她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没有啊，年轻人喜欢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管不着的。不过他常常有打电话回来，还有寄照片回来。哦。哎，洋洋他最近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了？你不知道最近你家里发生很多事情啊？洋洋和燕燕，玲玲和大华，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有没有搞错的？怎么让大姐跑掉？不是告诉你不要让她出去吗？只叫你看一个人，你也看不紧。哎，你以为我想的咩？当一个人急起来的时候，有什么办法？难道你要我把小婉拖进厕所？如果大姐有什么事，都是你的错啊！哎呀，最多我甚至把她找回来了。哎，怎么你知道我回来还看没见我？你回来干什么？这是我的家，回来是应该的吗？哪像你一个外人，整天往我家里跑，厚脸皮呀！喂，谁让你回来的？大姐叫我回来吃饭的。你看到了，大姐，你有没有跟她说什么？哎呀，不要问那么多了，我肚子好饿。你们今天煮什么汤啊？有没有我喜欢的啊？对。哎呦，好香啊！喂，你到底有没有跟大姐说什么的啊？她是不是什么事都知道了？哎呀，放心吧，既然你们不想让大姐知道，我是绝对不会说的。你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只要能够回来，帮你们演好这场戏，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真的才好。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呀，和你们配合的，把这场戏演好，绝对不会让大姐看出任何的破绽。你要说得到做得到。哎，演戏要演整套嘛，这个规矩我懂。你还说懂规矩？
这些是等一下开饭用的，是给你现在吃的咩？啊？哎呀，去开门吧，还那么多话。哎，玲玲，那今天是我们一家人吃团年饭的开心时候，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让大姐感到失望的，我更不会让你感到失望。哎，大姐，大姐，你回来啦？哎，大姐，你回来啦？大姐，你去了哪里啊？巴沙，巴沙。怎么这样大反应啊？哦，没有了，熊哥不是买好了菜煮好了吗？你还去？是啊，你去买什么？不是跟你们说完拿东西给豆芽嫂他们吗？哦，对呀对呀。哦，时间不早了，我去开饭，我去开饭。哎，大姐啊！哎，你去帮忙，去帮忙。哦，姐，我推柔柔出来。大姐，开饭了。哎呀，今天是你大姐回来的第一餐，大家要吃得开开心心的啊！哦，小婉，来坐下来吃饭，坐下来吃饭啊！燕燕跟晶晶还没有回来没？燕燕她……哦，燕燕她。燕燕公司大老板请吃饭。啊，对了对了，对，刚才她有打电话来说不回来吃了。她在公司做得很好，刚刚升做经理。是的，是的。哦，对。哎，我们不要说那么多了，赶快吃吧，我的肚子都快饿扁了。喂，晶晶都还没有回来，不给等呐？我回来了。晶晶啊！哎呦，你这么瘦了哈？没有啦，可能是你太久没看见我了。还说没有，你以前的脸跟我一样圆圆的嘞。你才真的瘦了呢，韩国东西很难吃啊。哎呀，不是啦，大姐在减肥。我在减肥嘛。韩国东西很好吃，但是我都不敢吃太多。不要说这样多了，坐下来吃饭啦。啊。哎，姐夫，你怎么？是姐，这个位置给你坐吧。姐夫，你回来啦？是的，我刚从巴旦倒回来。哦，那你们不离婚了？离婚？哎，我们怎么会离婚呢？我们不知道有多恩爱呢。是。够了，不要再演戏了。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家里所发生的事情我全部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事情就这么多，就这么多咯。我要说的全都说了，真的没有其他事情瞒着我？真的没有了。亏我还是你们大姐，家里发生这么多事情都不会告诉我的。对不起啊，姐，我不说是因为我不想你为我们担心。你让我知道，也起码多一个人可以帮忙解决问题吗？以为你们一个两个可以照顾自己了，没有想到我们这样没有用，对吗？那现在燕燕怎么样啊？哦，她在天祥的家住，有天祥看住她，照顾她，不会有事的。怎么说，那也是别人的家吗？哪里可以长久住在那里？你知道她的脾气啦，我说什么她都不肯回来，都不知道怎样去劝她。劝她。那你自己呢？你跟你老公的事情还不是一样，解决的不清不楚？怎么样？你决定离婚了？我已经给他很多次机会了。他这个人哦，也真是的啦，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不长进，整天游手好闲。有什么办法？有些人是永远都改不了的。那怎么样？离婚之后有什么打算？没有啊，不过我在公司做得很好，一定可以养活自己的。想得开就好了。姐啊，这一次你回来了，就不要再走了。这个家有你在，就不会有问题了。有我在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吗？你
都说过了嘛，要改变一个人不容易啊，更何况是要改变这件事情更加不容易啊。你一定可以的，因为你是我们的大姐大，我们每一个都会听你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同心，知道吗？为什么出门不要带锁匙？把我当成什么啊？菲律宾女儿是看门狗啊！哎呀！妍妍，怎么不认得大姐了？自己一个人在家。在家也不要把家里弄得那么乱啊！这毕竟是人家的地方，人家当你是客，不好意思说你啊，所以有时候你要自动一点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谁看到我呢就讨厌。你怎么这样说自己？每个人都有生存价值。是啊，我的生存价值呢就是让人家踩。现在谁要踩你了？妍妍啊，听大姐的话，回家吧。有什么恩怨是不能解决的？我们是一家人吗？什么一家人啊？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成是一家人？你怎么这样说？不是吗？我去找你，求你帮我，你都不肯啊！你什么时候把我当成是妹妹啊？2年了，我在里面2年了，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吗？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我呢，在里面吃尽苦头啊！你有没有为我想过啊？我好不容易出来，想过一点像人的生活，你们却不肯给我，还来搞破坏！什么一家人？这样的一家人，我们也不稀罕啊！我在里面2年了，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吗？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我呢，在里面吃尽苦头啊！你有没有为我想过啊？喂，喂，小婉呐，哎，你现在在哪里？什么事？哎，我帮你找到店面了，很适合开儿童服装店的。哎，你现在赶快过来看看啊！现在啊？啊，改天吧。改天就给人家抢掉了啦！你还不赶快过来？这样啊，好吧，好吧，我现在来。在哪里啊？哎，小婉，怎么样？这个地方很容易找哦。还好啊。来，我带你去看店，来。哎，小婉，你进来看看，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宽敞？而且我告诉你，这里的租金真的是很合理的。我看过这么多间店面，就这间最好了。那如果你满意的话，我们就去找店主谈谈，叫他把租金再减一减啊。来，走。哎，不用了。这什么？你不满意啊？嫌地方太小，地点不好？也没什么啦，公司的事情我们改天再看吧。啊？我现在没有心情开公司。你不开公司？那你去韩国那2年不是白费了咯？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有些事情不能等的。你有什么难题？资金还是货源，我可以帮你找的嘛。我都说不用啦，谢谢你啊。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喂，现在有没有空可以陪陪我吗？可以啊。原来你心情不好是为了燕燕。不只是他，还有玲玲，还有柔柔。我没有想到，这2年我在韩国，
家里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燕燕恨我是知道的，她也说的对。这2年她在监牢里所过的日子，所受的苦，我们是没有法子想象得到的。哎呀，是他自己做错了事，犯了法，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嘛，根本都怨不得别人。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燕燕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做大姐多少也有责任啊。都说不关你的事了。我想起以前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多么开心啊！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够回到像以前一样呢？我知道燕燕心里有很多怨恨，我是很想帮她，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帮她才不会伤害到她。还有柔柔，我也想帮她，可是，哎呀，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没有用啊。那你需要我帮忙吗？这是我家事，我自己都解决不了，更何况你是个外人，你又能帮到什么？原来到现在你还把我当外人啊？如果是在以前呢，没有什么是可以难得倒我莫啊的，叫我大大声一喊啊，他们就会乖乖的听我的话。是我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哎，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变了吗？变了？对呀，你变得漂亮斯文了，说话也没以前大声，没有以前这么粗鲁，你变得更像女人喽。本来就是个女人嘛。可是你现在变成一个瘦女人嘛，一点霸气都没有，你知道吗？以前你肥肥胖胖的很可爱，又有福气又忘我，我真的很喜欢你以前的样子了。难道你要我变回像以前的女金刚，他们才会听我的话咩？喂，你要去哪里？回家啦。回家干嘛？睡觉咯。那睡醒之后呢？吃饭啊。好啊，吃饱睡，睡饱吃，这样你很快就会变成以前白白胖胖的样子了。我是要睡得好，吃得饱，养足精神，这样才能够处理好我家里的事吗？我还以为你想变回以前的样子。那不管怎么样，你做什么我都陪你。不用了，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好好的想一想。小婉，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背后支持你的。玲玲阿姨，干嘛走来走去啊？你脚不酸啊？对啊，姐，你在看什么？大姐大早就出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玲玲阿姨，你不要担心了，萌萌阿姨又不是小孩子，她又不会不见的。你是小孩子啊，你不懂的。洋洋啊，大姐就出去了老半天，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啊。他不会有事的。哎，一定是萌萌阿姨回来了。萌萌阿姨回来啦！姐，什么事啊？刚才你去了哪里？你是不是去看燕燕了？她在天霞的家住的好不好？她是不是不肯跟你回家？她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你一口气问那么多个问题，你要我先答哪个？嗯？我燕燕的事情我来处理好了，出去吧，我想休息一下。哦。姐啊，我和大华离婚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你过得开心就好，我一定尊重你的决定的。那你休息吧，我出去了。大姐，有什么事？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破坏珊姐和她的男朋友。我知道。可是珊姐一直认为我在针对她，我真的很冤枉。好了好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对不起啊，大姐，
你一回来就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没事，你放心好了，燕燕的气消了，她就会回来的。可是大姐，好了好了，我的头很痛啊，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休息一下 OK， 那你休息吧，我先出去。妈妈，阿姨，你也有话要说啊？我大人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能不能够让我静一静，好好的睡觉？我是来拿毛巾去冲凉的。妈妈，阿姨，当大姐是不是很辛苦啊？嗯，还好没有弟弟妹妹呀，要不然我以后一定会跟你一样辛苦的。怎么样？妈妈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气啊？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有没有？说啊。你们自己问他吧。你们一定是肚子饿了，我去煮饭。我帮你去洗菜。去冲凉。都给我站住！你们一个两个不是有很多话要问我吗？有很多话要跟我说吗？好，坐下吧。哦。玲玲，你先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一切由大姐做主。你呢？我要说的，刚才都说完了。那你呢？我可以先去冲凉吗？不可以，等下才去。你们没有话要说了是吗？我有话要说。家里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但是我们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千万不能够乱了阵脚。你呀，最重要就是读好你的书，做好你的功课，其他大人的事你就别管了。你们两个继续上你们的班，我呢也要开始搞我的童装生意了。家里的一切还是跟以前一样，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明白吗？那燕燕呢？现在目前最重要就是先做好我们分内的事，其他的事情呢，慢慢再说吧。至于燕燕呢，我有信心，她迟早一定会回来的。好啊，你要煮饭是吗？你要洗菜是吗？你要冲凉是吗？去吧。老板，这是定金，还有第1个月的租金，你看对不对？啊，对对对，谢谢谢谢。店已经租下来了，接下来就是要找装修商了。装修商我已经联络好了，我还找了室内设计师帮我们设计店面。感激的话不用说啊。那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什么都不用说，最主要的是你心里有我就行了。你又来了哈？做什么？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吗？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你开口，赴汤蹈火。好啦好啦，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会永远记住你这个朋友的，可以吗？那还差不多，走吧。哎，去哪里？去看设计图啦。哇，你办事效率真的是快到吓死人了。为了女朋友，我当然是要尽心尽力了。又来了又来了。你们看，这是我为你们店画的设计图。哎，
我看。哎，童装店一定要设计得很温馨的，那颜色一定要用那种亮丽可爱的。哎，那橱柜呀、摆设台一定要用粉红系列的，这样才能够吸引到妈妈跟孩子嘛，哈。对，我也是这样想。我觉得店面设计真的是很重要，你一定要设计好才能够吸引人嘛。在颜色方面呢，我们就用最基本的颜色，刚才你说的粉红，还有我们加粉蓝，你说好不好？这2个颜色。好，这2个颜色很碎，最适合做童装店的主色。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那颜色方面我们就这样决定了。那其他的，我觉得地板很重要，地板的材料呢一定要用那种防滑的，因为会有很多小孩子来嘛。还有啊，我想在这个角落呢加一个小孩子的 playroom， 让小孩子在那边玩嘛，那他们的妈妈就可以安心在那边 shopping 了，你说对不对？可能我们在那边可以加一个 slide， 或者我们放一张桌子，还有几张椅子，让他们在那边画图画。或者我们可以买一些玩具，多一些玩具在那边给他们玩。嗨，谢谢你替我当银行担保啊。哎呀，这个时候你还跟我客气，你真的把我当外人啊？不是外人啊，不是外人是什么？好朋友。就这样啊？那你要怎么样？你能不能够把好朋友的好字变成男字？好啊，可以啊。那我就是你的男朋友了。男性朋友。小婉，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你明知道我对你痴心一片，想跟你在一起，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当？好啦，我现在肚子很饿啊，我想请你吃饭好不好？来，走。喂，女朋友。那我已经算过了，以目前童装的行情，我们营业3个月后，我们抵押的租金还有装修费就可以回本了，半年后就可以开始赚钱，1年后就可以打开市场，并开第1家分店，然后每年开1间，到时候啊，你就是童装界的女强人了。想得太美了吧？做生意一定要往前看的，眼光要看远一点，要不然你去韩国读书干嘛？对不对？对，你说的都很有道理。哎，我跟你说啊，基本上呢，店面的设计我是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想在左边的墙壁上呢加上一面大镜子，这样看起来呢，那个店面就会比较宽敞，还有比较明亮一点。你说好不好？你去韩国读书一待就是2年，那你不是交了很多韩国朋友？是啊。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有啦。那有没有比较亲密的？什么意思？我是说，你有没有比较亲密的男朋友？神经病啊！到底有没有？玲玲，什么事啊，熊哥？那我问你啊，你大姐回来之后，韩国那边有没有人打电话给她？好像没有。你想都没想就回答，我不要好像，你仔细想想，到底有还是没有？没有。希望在韩国没朋友？当然有啦！啊，大姐在韩国2年啦，如果没有朋友，不是很寂寞很惨吗？我是说男朋友。哦，男朋友？对呀，那如果有男朋友，一定会打电话找他哦。如果没有，就表示没有了。好像是没有男人打长途电话找大姐。哎，你问这个干嘛？我要看我的 chance 有多少吗？谢谢啊。谢谢你啊。我们再联络。好，谢谢你啊。好，再见，慢走啊。哎呀，太好了。来，为我们做成第1宗生意干杯。我的店都还没有开张，你就找人来跟我订货，会不会太急了一点？哎呀，做生意手脚一定要快的，手脚慢一点，生意都给人家抢光了。你知道刚才那个吕先生吗？他有好几间儿童服装店呢，所以他一定就好几打。问题是啊，我的货都还没有进来，他一下子订那么多货。哎呀，你怕什么？现在又不是卖拿西龙嘛，要1盘卖1盘。我们这样辛苦争取到代理权，就是要做批发吗？量一定要多，我们才有赚头。那你看，1间跟我们订2打，10间就20打。哎呀，比我们在店里一间一间卖快多了。你真的是很有生意头脑啊！那当然，不然我的餐馆会由1间变2间，2间变4间。没有一点本事是办不到的。对咯，你真的是很有本事，不然的话，我们拿去了店怎么会被你吃掉？哎呀，什么你的我的，那我的以后还不就是你的？你又来了啊你 ？OK， 不说。
那反正今天我们这么开心，不如我们去看戏啦。好啊，那看完戏我们去吃泰国餐。好啊。那我们去看3点半，看完戏再去吃饭，时间刚刚好。哎，快点快点，我们走。喂，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呢？什么事？租金价钱我们都已经谈妥了，而且定金、租金我们也给了，你不能够说要加就加的吗？这么不守信用。对呀，而且一加就是交58%，你以为你在抢咩？这是行情，你们可以到处去问问看。现在大型商场搬过来，租金行情已经涨得很高了。我不管现在是什么行情，总之这个价钱是当初你同意的。对喽，你不能因为大型商场搬迁过来带动人潮，你就要加我们租金吗？你们不满意可以不要租，反正现在很多人在找这一带的店屋。你说的容易，定金你已经收了，你现在反悔，我可以告你的。要打官司我奉陪，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打个1年半载我也没关系。到时候你们店开不成，还要付律师费、堂费的，花一大笔冤枉钱，不是更划不来吗？你不要以为你这样说我怕你，你准备收律师信吗你？算了算了，不要跟他多说。你这间店呢，就算不用钱，我也不要了。走吧走吧，这么小碗不要怕他，我一定会告你的。小婉，来喝点水。没有店面怎么开门做生意？我已经找人设计店面了，装修费也给了定金了，现在又不能开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小婉，你不要这样啦，你不可以气馁的。我会尽快找到比这一间更好的店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开门做生意了吗？对不对？原本以为在韩国拿到代理权，就可以顺顺利利的回来做生意，没有想到现在连找间店面都那么困难，家里又弄得乱糟糟的，我又没有办法处理好，真的什么都做不好啊！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处理好就能处理好的。我现在真的很累啊，我真的很想好好的休息，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做。其实做女人本来就应该留在家里好好享福的嘛。做生意做女强人很辛苦的，其实你应该找个好男人嫁了。是啊，这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个好男人嫁。我就是好男人喽。那你嫁给我，我一定会好好对你，好好照顾你家人，把你养得白白胖胖，保证你天天过得开心，时时刻刻笑个不停。时时刻刻笑个不停，那不是发神经？哎呀，总之你嫁给我，我一定会好好对你，让你有好日子过。你知道，我又会煮菜，对人又体贴。好了好了好了，嫁给你了，嫁给你了。我的小婉终于答应嫁给我了。追求美好前途，世界上没什么不可能。想做就做，不要错过，等待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喜欢就做，不再多说。虽然我毫不起眼，也可能光芒四射。抓住了自己的未来，朝你的方向飞吧，不怕失态。世界，勇敢地说出表白你的心愿，放轻松准备出发，一路顺风。